G-Twit 和受感染的厕所科学家相继来到了这里。随着双方大嗓门开场，战斗正式开始。G-Twit 首先使用核心冲击，给他的老朋友头顶来了一抹绿光。厕所科学家本来就是秃顶，这下好了，西瓜裂成了两半。但你以为就结束了，并没有，就类似之前明明倒下的僵尸，很快又恢复了一样。他们拥有可怕的再生能力，这样的能力使得联盟一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无法根除，所以传染的越来越多。或许这就是第一季里平板显示病毒扩散速度快的原因之一。纵使厕所科学家被贯穿，也无法将其彻底抹除。再生能力在他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，可以看到他随着瞳孔归位，头颅也重新合上了，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。注意看，在他的背后出现了一道黑烟穿梭而过，这非常奇怪，看样子不像是某种飞弹产生的，也不像是3000飞碟的移动轨迹。那么这会是什么呢？可能是神秘人或瘟疫医生其中之一，就上季秘密片段中看到的一样，他们俩都出现在了这里，同时也是烟雾离开的。或许是他俩的某个变成了烟雾，但具体是哪个，这很难猜测。可能瘟疫医生的概率大些，当厕所科学家再生时，他就恰好飞过，不排除他对厕所科学家使用过什么手段的可能，但这仅为猜测。恢复正常后的厕所科学家立刻产生音波击退G-Twit，效果还不错。G-Twit 踉跄之下跌落了，厕所科学家趁机飞扑近身，准备感染G-Twit。兄弟你好香。G-Twit 使用厕所的头号攻击方式头锤，成功击退了厕所科学家，使得有了站定收位的时间。但厕所科学家没有浪费这短暂的时间，已经在蓄力眼炮了，很快就朝G-Twit发射过去。奇怪的是，他的眼炮在蓄力期间是绿色的，发射的射线又是红色的。我想这应该是个细节问题，可能是2次使用了先前G-Twit产生的核心冲击的特效，这看起来基本是一样的。G-Twit没有被射线击中，出于某种原因，厕所科学家的动作慢上了一拍，且在跟随射击半圈后就没有再跟随了，也不转身应对。或许是剧情需要，给到了G-Twit射击的机会，直接命中厕所科学家背部，同时3000飞碟艰难爬起。他虽然在上击被击中了，但不足以直接带走。凭借他们拥有的再生能力，我想只要没有彻底下线，恢复只是时间问题。3000飞碟将地上的飞车抓起，打包刷给了G-Twit这名优秀的主播。感受到这波礼物的冲击，G-Twit再次坠机了。注意看，G-Twit之所以坠机，是因为他的飞行装置脱落了，被跑车命中时掉了一个，在厕所科学家的头与水箱间卡掉了一个，自此2个喷气筒掉落，便没有了动力维持在空中，很快就坠落下来。G-Twit 看向了拍摄者，说的是 Skibidi， 而拍摄者接下来的举动便是拿出了 X18， 似乎是听懂了 G-Twit 的话语，虽然不知道咋听懂的，从之前光头厕所的出现，他们便能正常会懂对方的意思，不排除他们在病毒爆发战争后学习过对方语言的可能。拍摄者将 X18 投进了 G-Twit 的核心，与其说投进，不如说在 X18 被扔出去后，核心将其吸了进去。从空中的运动轨迹来看，很像是吸进去的。当 X18 进入 G-Twit 的核心后，他的眼睛瞬间变亮，似乎得到了某种力量加持，再次使用头锤击退厕所科学家。与此同时，G-Twit 的形态开始出现变化，就像变形金刚似的，竟然变化出了手臂，并同时加装了各种武器，面部也增加了一副面具。他不再需要飞行装置，在他背后生成了更高级的驱动。整个变化过程可以说是行云流水。变化过后与之前判若两人。3000飞碟见状，打算先试试强度，结果被G-Twit一巴掌按在地板上。厕所科学家从先前的撞击中醒来，直接开启音波攻击，但这似乎没有效果。G-Twit在先前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他的耳朵被遮住了，所以没有产生影响。不过拍摄者没有一丝影响是出乎意料的，难道佩戴了耳机？这点不得而知。G-Twit右侧武器发起攻击，打断了厕所科学家的声波施法，同时后背涡轮增压，转速变得越来越快，相应的G-Twit在空中的移动速度也变快了。上来就是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出，最后一发上勾拳收尾。这一幕很像故障厕所的来回撞击，说明G-Twit在得到 X18 的征服后，变化出的飞行系统所产生的速度已经达到了肉眼难以捕捉的地步。厕所科学家见不敌，很快就黑烟溜走了，这非常奇怪。在联盟成员被感染后，几乎处处都是丧心病狂般的自毁式攻击，而在厕所科学家这里竟然还会跑路，难道他还保留一丝理智？这点不得而知。如果你们知道，可以告诉我。战斗结束后，G-Twit卸下了面具，同时核心开始闪烁，很快里面的 X18 就弹了出来，随之变化出的
的装备也相应消失。我想这应该与之前拍摄者使用轨道炮一样，没有能量了。当拍摄者将其捡起来时，可以看到仅剩2格。不过不知道的是，当 X18 拿到拍摄者手中后，能量又很快满了。看样子这不是充电型的武器，它会自己生产能量，但消耗的能量比供应大的时候就会产出能量不足的特征。三潜飞碟还想发起攻击，拍摄者刚准备使用 X18 反击，但被光头厕所阻止。随后 G-Twit 过来将三潜飞碟抓走了。我猜应该是要抓回去研究。还有一点比较奇怪， G-Twit 先前已经失去了飞行系统，使用了 X18 后才恢复，但在弹出 X18 后恢复了原来的造型。可以看到它还是没有飞行系统的，所以它是怎么飞的？原地飞行？可能是个漏洞。G-Twit 走后，视角转到一名监控人身上，他向拍摄者点赞。不过在点赞之前，他的探头有着诡异的摇摆。这个监控人可能是之前飞机上手抖以及卫生间莫名看手的那个。之前猜测是感染了，但还没有爆发。看着摆脱的样子，可能要不了多久了。拍摄者拿出平板，发射了 SOS 求救信号，地板就开始震颤，有危险到来。很快，从地底伸出了数量不低的手。场景切换，来到了第1季中神秘人出现的时间。他从房顶消失后，来到了某处，同时给了他斧头的特写，上面显示了多元宇宙以及某个编号什么的。下方是时钟人。从之前创者问答中，我们已经得知斧子哥是这个宇宙的神秘单位，他的斧头可以从别的宇宙调遣自己需要的人。那么这个片段就得到了相应展示，可以看到他一击就撕裂了虚空，随后便离开了。不久之后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，是首席时钟人，这应该是个伏笔了。场景转回，在拍摄者即将被地板下的手拉下去时，他被带走了。一起的还有另外那个监控人以及光头厕所，是铝电视救了他们。从这里的环境来看，此处身处于某个停机坪，往里走有很多的建筑，建筑上方有着结界，将外面的僵尸隔离了起来，应该是某个基地或据点。铝电视带领几人向里面走去，可以看到 G-Twit 此时刚好回来。先前 G-Twit 是先行走的，此时拍摄者小队先到达了，说明铝电视传送的速度是比正常移动要快的，或许是及时到达，但这个说法无论是哪个宇宙似乎没有得到直接证明，所以这一点依然存疑。拍摄者来到大街上，能看到第1阶厕所以及各个联盟成员融洽的待在一起。从上方的导航牌来看，直走是 Skibidi 核基地，右转是泰坦维修区，右转上方的灯牌显示的没有疫苗。整体来看，这个街道很有末世的感觉。一行人继续前进，上了一架电车，顺带可以看到的是泰坦音响正在维修区维修。很快就来到了一个地方，这里关着的似乎是受感染的单位，但音响正在将三潜飞碟送去。奇怪的是，当拍摄者走过去时，看到的单位不是三潜飞碟，难道里面有其他的隔间？此处不应该是细节问题，不然没有必要给里面的视角。可能是三潜飞碟被送进了更里面的房间，而这位厕所可能是守出口的。拍摄者跟随铝电视继续前进，最终将 X18 交付后，右转进入了一个房间，里面有一个电视。拍摄者又将之前在厕所科学家实验室拿走的 U 盘病毒干扰9给了他，上一个插的已经出事了，这一次显然也要出事。随着电神将其插进了数据端口，系统识别到了，电视小哥将文件一步步打开，但文件夹却是空的。很快，病毒出现在了系统之中，随着所有屏幕熄灭，病毒开始快速入侵系统文件，疯狂收集里面的数据。基地的位置暴露了，整个基地开始响起警报。同时，这个监控人的异常再次出现，他似乎压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了，迫切的需要释放。他扑倒了电神，但很快这个监控僵尸便停止了啃食。电神黑烟传走了，他不是跑路，而是来到了另一个地方。这里像是某个山洞，里面站满了监控僵尸，最里面站着瘟疫医生。他靠近了电神，并用手在电神头上点了一下，随后屏幕开始乱闪，他的头上便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印记。很难想到这是在干什么，应该是赋予了病毒，但病毒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触发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丧尸化的原因。与此同时，之前被拖着的钻头人也在这，几次的伏笔都表示这个钻头人肯定不会那么简单，或许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大麻烦。监控丧尸扑倒电视人后，拍摄者来不及转头，直接夺门而去。他目睹了一位正在查看平板的监控人被扑倒，同时随着系统被入侵，所有关押的闸门全部打开，里面各种被感染的单位悉数出现，乱了，全乱了。什么叫一个 U 盘毁掉一个地方？拍摄者拾取了地上的喷气背包，飞到了高处，可以看到他的影响正在抵抗基地内的僵尸。很难想象，仅是片刻，先前一片祥和的情
平静就被打破，转眼间就成了僵尸的聚集地。泰坦影响清除了身上的僵尸，但自身也有了异常情况出现。他做着坤哥的招牌动作，告诉拍者不要靠近，不然就会爆炸。很快，随着他头部音响产生火花，看样子十分的难受。他甚至试图开炮准备撩此产生，但他的手臂很快以一种诡异的姿势阻止了。当他再次将手伸出时，已经丧尸化了，并且还在延伸，长出了尖刺。随着泰坦影响的入侵警报响起，很明显他已经离线了，变成了泰坦影响丧尸，依然是打前先后，先前你不要过来，现在请立马过来。泰坦影响丧尸伸手准备攻击拍者，但被一只机械臂拿住了，是 G-Turret。看这个造型，他又启用了 X18，增强了自身。他的背后似乎有个储存能量的装置，上方写着 X18，这些绿灯或许代表着能量的剩余，属于是能量可视化了。此时拍者平板收到消息，别杀影响人，控住他，是女电视发送的。拍者将信息给了 G-Turret 查看，得到确认后，上来就是一个头锤，砸出了金属感。很快有人酣战起来，开启了拳皇争霸模式，但 G-Turret 显然优势在手，相当于战士近身攻击 ADC， 他的影响丧尸仅是薅下了 G-Turret 一根管子，而自己连中数拳，他不得不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，双炮齐开。但强悍的 G-Turret 空手接炮弹，随后直接捏爆，快速近身，一拳嗨翻，控制了泰坦影响丧尸。但他是泰坦，他有核心冲击，短暂蓄力后发射。G-Turret 虽然躲避了，但面具被破坏。更不好的是，这一发激光命中了结界，导致结界出现了漏洞，很快结界便消失了。随之而来的就是尸潮一般乌泱泱恐怖数量的丧尸袭来，一时不知如何形容，这太多了。我想要不了多久，这个基地就会被淹没。光头厕所危险，拍者果断施予援手，一脚踹飞，随后掏出了飞行背包，对迎面的丧尸喷火。这里有一个信息，病毒就像人工智能，可以自由选择什么时候丧尸化。或许这就是之前影响人过了好久才变异的原因。解决了面前的丧尸后，一辆飞行载具来了，拍者再次开启逃亡之路。在离开时又看到了瘟疫医生，不过他很快就传走了，没有过多停留。在女电视的招呼下，径直上了飞机。好家伙，地接厕所也在。随后飞机启动，在下方还能看到瘟疫医生正在注视。场景再次切换，可以看到他的监控和他的电视被囚禁了，上方有着磁铁加持的锁链将他们牢牢困住，他们的身体配件以及武器也被磁铁吸着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泰坦者出现了泰坦影响的原因。之前创者问答中曾透露过，他们被囚禁的时间是在僵尸病毒爆发之初被派出去任务的，但至于怎么被囚禁起来，这就不得知了。视频中有人走了进来，但这应该不是瘟疫医生，这只脚有点像之前的电死人，但这仅为猜测。